3颗镜头支援微距拍摄，这真的太狂了！没有任何一只手机有支援这样子完整的，就是超广角也可以支援微距，然后望远镜头也支援微距，前镜头录影竟然支援了 4K 60fps， 超级强悍啊！之前小米死都不放之前小米前镜头不管多好，就只能拍 1080p， 现在终于支援 4K 60fps， 真的好，真的赞，终于回归正途。Hello， 大家好，我是阿辉。现今我们说智慧型手机，相机最强的手机那小米旗舰系列超大杯的 Ultra 机型，这绝对是答案之一啦。那这一次新的小米14 Ultra 第二代的1寸感光元件有更高的宽容度，然后有更大而且更无段的光圈调整，双长焦镜头支援长焦微距，然后还有当然就是最强的8G3处理器无线充电、防水。这些全能功能就这一台。最重要的是，我觉得今年非常有趣的是，今年国际版的小米14 Ultra 跟中国版推出时间这个缩短了非常多。2月底中国版才刚发表，那3月中的现在，国际版就在台湾上市那会有第一时间取得是台湾上市的小米14 Ultra 的国际版今天第一时间做开箱评测跟大家分享那最后也跟大家聊聊就是国际版跟中国版本的差异好，一样快速开箱阿辉拿到的小米14 Ultra 它是白色版本，那国际版本只有黑色跟白色2种选择，它都是科技树皮。那盒装配件是有标配的，就是90瓦的快速充电，然后体积也蛮小的，有用氮化镓技术。那除了充电线卡针之外，它有内附一个透明的保护壳，跟去年不一样，它是全透明的。那手机荧幕上有预贴 PET 材质的保护贴，你就拿到之后就会有一个基本的保护。然后小米14 Ultra 它荧幕大小维持跟13 Ultra 一样是 6.73 寸。那第一眼比较明显就是它从上一代的双曲面之前是2侧是曲面荧幕，那改成一个全等身的微曲荧幕，或是你简单的说就是它改成4边的微曲面那这个4边微曲面如果你只看显示区域的话，它其实几乎接近平面荧幕。然后4边是微曲的关系如果你不贴保护贴的话，手感可以说超级棒，滑起来的滑顺感超级好。那如果你要贴保护贴的话，我是觉得可能稍微找一下有对应这个4边微曲面的保护贴，它维持相同手感会是最好的。4边的等窄度的一个窄边框那我觉得视觉上就非常舒服。那规格上面一样是32×1440的解析度，然后有支援1到120赫兹的 LTPO 动态更新率，然后也支援 Dolby Vision HDR10 Plus 等播放规格，那基本上就是妥妥的最强荧幕之一最高的局部激光亮度是比之前更高，它达到3000尼特。这边会有一个实测手动亮度跟全局激发亮度给大家参考。然后这次还有比较特别的是，在它表面的这个强化玻璃部分，它采用定制的小米龙晶玻璃。那官方数据应该是目前最耐摔的一个强化玻璃那如果我用数据上来呈现的话苹果用的超瓷晶玻璃，它是微视硬度是814，那小米14 Ultra 的龙晶玻璃，它微视硬度则达到860，所以相对来说它是更耐刮、更耐摔的。那技术原理上面，其实各家的这种强化玻璃新技术都是类似的技术，那主要它就是用了比较新的制程这样子。外观方面阿辉这边有拿出我自己的13 Ultra 绿色版的给大家做个参考。那这一次外观方面它也是使用树皮，这个科技树皮是新一代更耐磨，然后更耐脏污跟上一代看的话，其实它设计原理蛮接近，就是它一样是在边缘是跟金属中框相连接。然后会有这样子颜色切割的一个设计，它其实比较像是相机的设计不过上一代镜头区这个驼背这个隆起是被取消了，机器本身是一个就是底部分是平面，它没有之前的这个隆起的区域，所以你可以说这个镜头区域变薄了，或是说机器本身的厚度，我们这边实际上量厚度给大家参考，所以你这个机器整台机器的厚度它厚度是变薄的。但是如果我们看相机的部分相机部分因为规格的提升，它其实镜头的模组部分反而是有点变厚，所以结论是，如果我们单纯看镜头跟机身的话，它镜头突出的部分会更多。小米在视觉上它为了避免看起来就是这么严重，或者说有做努力的设计，它在镜头上面做了比较多层次的设计。这镜头的外圈甚至有点像是传统相机镜头环那个对焦环纹路的设计感觉或者说我们近年比较流行叫巴黎士钉的一个装置。那我觉得整体外形设计应该比上一代13 Ultra 算是有微微提升吧。大家觉得这2代的外形你喜欢哪一个呢？有一个额外的配件有非常大的加分，这部分我们待会说。其他规格其实一样，旗舰机的规格它都保留。
像是光学技术的萤幕下指纹辨识，支援 IP68 的防尘防水，维持90瓦的有线充电，无线充电有升级到80瓦无线充电，那也有内建红外线发射器。那台湾上市的国际版本，它有内建通话录音功能，所以如果你有用到这功能的话，这也是一个小小加分的地方。那最后这边还会放上小米14 Ultra 的立体声状扬声器的实测给大家参考，建议这一段用耳机听效果比较好。等一下，有个小地方超级有趣，红外线发射器。那我们看顶部哦，你看这两代的差异啊，它顶部的红外线的2个孔怎么不见了？其实这个很有趣哦，这是小米14 Ultra 它为了就是让机器的外形更简约啊，所以它把红外线发射器直接整合在这个镜头模组中哦，那可以说是一个隐藏化的设计。使用时候会有一个差别，以前是要机器的这顶端嘛，像遥控器一样去对准你的电器。那这一次使用的时候，你要习惯一下，就是像是用相机去帮你的电器拍照一样去操作，相机模组去对着家庭遥控就好了。其实我觉得使用起来没有太大问题啊，因为你用镜头拍朋友、拍家里是一样的情况。那比较可惜的就是因为14 Ultra 大概是因为要有更好的双扬声器效果，所以顶端它虽然移除掉了红外线的发射器位置，但是它还是有喇叭开孔。所以没有像是小米14 Ultra 是完全干净这么极致。这外形上面，我觉得小米14反而是我觉得这次更好的一个小手机，可以这样说吗？相机系统，相机当然绝对就是小米14 Ultra 的重点啊。从小米12系列开始啊，徕卡联名的镜头组合，可以说啊，就是小米旗舰特点。尤其12S Ultra 开始用1寸长元件，那小米14 Ultra 又是将硬体跟软体都升级的一个相机组合。OK，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14 Ultra 的相机组合。5000万像素的主相机是23mm 的等效广角，它是采用最新的 Sony LYT900的1寸长元件，那提供了 f1.63 到 f4 的5段调整可变光圈。那一样是 HyperOIS 超级光学防手震。长焦部分是5000万像素的3.2倍75mm 等效 INX858 感光元件 f1.8 光圈 OIS 光学防手震，那有支援10公分的微距拍摄。然后再来是5000万像素的超长焦5倍，它是120mm 等效，那一样是 INX858 感光元件。f2.5 光圈 OIS 光学防手震，那也支援30公分的长焦微距。然后最后是5000万像素的超广角12mm 等效，那一样是 INX858 感光元件，那是 f1.8 光圈，支援5公分的超级微距。可以说这样说啦，主镜头是升级了第2代的1寸感光元件，那相比前一代有更优异的动态范围表现，那光圈甚至更加大到 1.69， 而且不是上一代的 1.9 跟4两段光圈，几乎是无限段数的切换啦。双长焦部分14 Ultra 是一样维持就是75跟120mm 的实体焦段，那也配合无损变焦，所以可以算这台手机上面就有12mm、23mm、35mm、50mm、75mm 到120mm，所以这几乎就是全面提供传统像相机的定焦镜头的多组镜头切换完整的覆盖，然后包含了超广角，然后2支长焦镜头都是跟上一代采用相同的 INX858 感光元件，那基本上还是希望就是在有限的机体体积内，然后提供尽可能就是各个镜头相同优异的表现所以它也没有上潜望式长焦，那主要是为了机器大小的关系。但是在相同感光元件之下，它还是有提升。第一个是在5倍的长焦镜头部分光圈有加大，然后再来是3.2倍跟5倍这2颗长焦镜头，它都支援长焦微距拍摄。这更是我这一次阿辉我觉得我最喜欢最爱的升级点，甚至可以说这是远超其他手机的表现。那这边先给大家看我这段时间大概入手1个礼拜左右的时间像样给大家参考。
先说主镜头。主镜头啊，跟前一代维持是相同1寸感光元件，所以它在夜间的画质它是一样强大，在夜间细节杂讯表现都一样好。那新的有 YT900这个2代感光元件啊，更强到1倍以上的动态范围。可以说以前碰到逆光这种大光比的情况下，它会用软体方案去拍摄不同曝光的多张合成啊，做 HDR 合成技术嘛。那现在 LYT900它在制程上提升。所以它拍摄的时候是可以直接拍摄多张争议不同相片，在你的感光元件层级就直接做硬体层级的 HDR 处理，所以它即时就可以输出有更好动态范围的 HDR 照片。小米14 Ultra 应该也是目前测到是第一支也是有支援标准的，在 Android 上面的标准 HDR 影片，叫 Ultra HDR 影片的格式，在上面拍摄的高动态范围的照片，你拿到像是三星 S24系列，只要是一样支援 Android 最新的 Ultra HDR 技术的手机，它就可以共同去观看到这个 HDR 影片跟照片的效果。这是过去各家如果是自己的 HDR 照片啊，会有没办法转移的问题，这部分已经解决了，这点我觉得非常好评的。然后再来就是最近啊，就是手机用这种1寸啊这种大型感光元件可能会出现光圈太大、边缘模糊或景深太浅的问题。上一代13 Ultra 其实它就已经提供了1.9跟4两档光圈，当时就已经说是业界最强。现在小米14 Ultra 真的太厉害了。它现在是一样1寸感光元件，然后加上 f1.69 的大光圈到 f4中间这个是无段可以调整的超级多段光圈调整，最大光圈可以有更好更大的一个景深啊，景深更浅啊。然后它又可以缩光圈，所以在你需要拍摄像是拍公仔、拍食物的时候，你可以拍摄更清楚，有更深的景深。这是小米14 Ultra， 你要拍的话，你可以拍出11道光芒的一个星芒照片，真的超级强。可以说目前这个小米14 Ultra 这一颗主镜头就是目前手机最强，没有之一，我可以这样讲没有问题。然后再来是小米14 Ultra， 当然一样啊，是跟徕卡合作。那我们之前就讲，你在相机界面上可以选择徕卡经典跟徕卡生动，这是徕卡原生双画质，它不是后置，不是滤镜，是算是基于底层的系统级调色。大卫之前有讲过啊，徕卡经典会比较像是徕卡传统模式，徕卡生动是小米融合徕卡经验之后的新诠释。个人会觉得徕卡经典，然后会觉得更有 feel 啊，然后徕卡生动会使用起来会更泛用啊。在人像模式，它有新增了全焦段的人像大师。可以说，它现在把人像大师跟过去的镜头包或镜头模拟把它分开来。那人像大师可以说就是把人像最佳化调教跟景深风格分开来设计。简单说，你拍人像就是开人像大师就对了嘛。那相机会针对你的人去做最佳化，包含像是人脸的肤色，一直到整体的色调调教，都会有一个更好的表现跟效果。然后一样，你要模拟传统徕卡不同焦段的经典镜头效果，一样可以选择以之前的人像包的效果，像什么悬焦啊，像什么散景，像黑白，一样可以选择。长焦也是小米14 Ultra 系列非常强的一个特点。那14 Ultra 一样是具备 3.2 倍 75mm 跟超长焦5倍 120mm 两颗长焦镜头。这应该也就是目前最强的长焦镜头之一。那这边一样，它会先拿前一代小米13 Ultra、三星的 S24 Ultra 跟 X100 Pro， 就大家比较有兴趣的长焦镜头，比较强的极人机直接 PK， 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多焦段、多镜头的关系，像小米14 Ultra， 它的全焦段覆盖都可以达到非常优异的画面，可以说到10倍都是完全是光学望远等级的品质，没有问题。那我有发现啊，14 Ultra 在30倍以上啊，对比前一代，它调教的画质也有明显更好的表现，应该也是有 AI 的技术做加入啦。特别要说就是在长焦镜头部分，这一次小米14 Ultra 它2颗望远镜头都支援微距拍摄哦。这边我整理一下超广角就是维持上一代它支援5公分的超级微距，3.2 望远呢，这是新增了10公分的微距，然后5倍的望远它支援30公分长焦微距，3颗镜头支援微距拍摄，这真的太狂了。没有任何一只手机有支援这样子完整的，就是超广角也可以支援微距，然后望远镜头也支援微距。那些如果是没有任何微距功能的中杯手机，我真的觉得你要好好检讨一下，是不是要加入啊？没有指定哪一家，大家自己猜哦。
OK， 最后人像跟自拍部分，阿辉一样提供小姐姐样张啦。基本上因为前面有说有人像大师的加入，所以真的拍摄起来真的很有 feel， 很有感。前镜头部分是维持3200万像素，一样很好拍。但是要特别要说，我要强调 N 次，前镜头录影竟然支援了 4K 60fps， 超级强悍啊！之前小米死都不放之前小米前镜头不管多好，就只能拍 1080p， 现在终于支援 4K 60fps， 真的好，真的赞，终于回归正途。最后这边阿辉整理就是小米14 Ultra 录影能力给大家参考。主镜头支援最高是 8K 录影，然后全镜头包含前镜头都支援 4K 60fps 录影。然后如果主镜头还有2个特异功能，是第一个它支援 4K 120fps 的慢动作录影，这点是我这几年我觉得蛮好用的功能。那再来就是主镜头额外有支援的4K 60fps 杜比世界录影，这也是目前在市面上手机拍摄杜比世界录影画质最好手机之一了。好，接下来性能电力，等一下，还没有。因为相机讲了，我一定要讲这一次这个跟小米14 Ultra 一起推出这个新款的摄影套件。先说啦，大家会拍摄的时候，我还不确定这个配件台湾会不会上市，大家就怎么样？看我炫耀吗？我是觉得台湾如果有上市，我真的建议大家可以一起入手。那如果台湾没有出，你如果想要的话，你就自己买回来爽，不错了。喂，摄影配件盒子先放我们这边。我真的要说这一次的新款的摄影配件，我真的超喜欢。我觉得重点就是我真的很肤浅，它就是好看啊，它真的很好看。阿辉买的摄影套件是黑色款，那它一样有黑色跟白色的版本。那我个人会比较喜欢黑色，因为黑色其实它的配色会是像是传统相机一样，它就有分，就像这样子银色的这个区分颜色的地方，然后再来镜头碗也是有银色，跟传统相机的配色非常接近。然后你看接上这个手把之后，它真的很像传统的一个相机复古相机的感觉。然后再来是连接部分会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这次其实跟上一代它是从上一代蓝牙连接，它改成是用 Type C 的连接，内侧这个地方 Type C 的连接其实有多一个缺点，就是它没办法分离开来变成远端遥控器，它要接上去才能用。但是好处是呢，它接上去之后，它可以用的功能跟操作速度更快。一个是操作速度反应变快，就是你快门或调整选项的时间非常快。然后再来是除了上一代就有的快门跟波轮之外你可以看两台，这是上一代，这是新一代的。它的功能更多，所以它现在还有独立一个调整的转轮跟独立的录影按钮。尽管它是用有线去跟你的手机做连接，但这个手把是有内建电池的，所以你可以想象它也是一个手机的小行动电源。你插上去之后，它就会显示电量的画面，直接弹出来。你现在手机跟手把有多少电量，甚至你如果需要充电的话，插着的情况下，底部一样有充电孔，插上去就帮你的手把对你手机做充电，使用起来非常方便。甚至在上面这个快门按钮、拨杆、旋钮、录影按键，全部都可以自行定义，看你要做缩放，你要做镜头焦段切换或者录影的快速键都可以。那如果说上一代的摄影套装，我有介绍，这一代我有出了开箱文，如果要更详细的照片的话，可以参考阿辉的文章。那如果说上一代阿辉是觉得可以购买，那这一次小米14 Ultra 这个新的摄影套装，我真的是非常推荐购买，真是好看又好用。
我就肤浅，我就喜欢怎么样，甚至还可以外接，它这边是有资源转接环的。你可以拿来装滤镜，然后也有另外一个颜色的一个装置环可以做选择使用。最后性能跟电力当然快速跟大家报告，那14 Ultra 当然就是最新的高通8Gen 3处理器啊，所以性能电力妥妥就是7年级，完全不用担心啊。这边它会直接放上性能电力啊、充电的测试的数据给大家参考哦。国际版跟中国版都会提供。那快充部分呢，小米14 Ultra 是一样维持90瓦的快充啊，不是用到120瓦还是有点可惜。不过基本上也是很快的。那还是很多人问，我还是讲一下，就是阿威测试哦，就是尤其国际版，在台湾是用110伏插座，一般插座就可以开起90瓦的快充。因为常常会有人就是不知道哪时候开始的误点，就是小米充电器到台湾会降轨。其实只要国际版在台湾，一定都是全入支援的，没有问题。然后14 Ultra 的充电有一点是提升了，就是它的无线充电从之前的50瓦升级到80瓦，所以其实14 Ultra 的无线充电几乎快跟有线充电一样快了。只是可惜在拍摄的时候我还来不及入手支援80瓦的新无线充电器啦，它这个80瓦需要新的无线充电器才能开启。也许之后入手再跟大家分享实测结果吧。好的，以上就是阿辉今天介绍14 Ultra 全部内容啊。那如果大家有问题也可以留言，阿辉尽量会帮大家解答。那你要实测的话也可以说。那最后还是跟大家聊一下小米14 Ultra 国际版跟中国版的差异。这边阿辉其实有整理了国际版、中国版的小米14 Ultra 跟小米13 Ultra 的完整比较表给大家参考。那不同地方我会用颜色标出来。首先，第一个是在颜色跟机型的选择部分，国际版是只有白色跟黑色的素皮版本可以选择。那在容量，就机体跟储存容量选择也会少一点哦。那比较可惜是没有中国版这个陶瓷蓝跟钛金属的特别版，比较可惜一点。不过今年素皮版是3种材质里面最轻的，所以还 OK 啦。然后国际版是没有中国版的卫星双向通讯的，这个要注意一下。主要应该猜测是因为这个功能其实都要跟当地的电信商去做合作，例如在台湾，你就要找到台湾落地的电信商，并没有保留这个会是很大卖点的功能。电池容量，国际版是5000毫安时，那中国版是5300毫安时，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国际版会变小。然后大概电池的容量是差6%啊，所以它的确会影响到一些续航时间。这边会有测试国际版跟中国版的续航，给大家作为参考。但是因为中国版它本身所背景城市进程的关系，它本来电力就会比国际版好一些，然后所以就提供大家参考嘛。基本上我还是觉得国际版电力妥妥的没什么问题。然后其实中国版相对国际版还是有较弱的地方啊。那当然第一个是资源的频段相对国际版会比较少，在台湾你可能有些电信公司的频段会有点影响。我老实说，像5G 时代这点差异不是很大。那首先比较大的差别是因为中国目前没有开放6G 赫兹的频段使用的缘故，所以尽管小米14 Ultra 国际版、中国版都支援 WiFi 7，但是如果你用中国版机器，是目前是没办法用到 WiFi 7或是 WiFi 6E 其中的6 GHz 的频段的。这点其实简单讲，就是你中国版的 WiFi 7其实是比较白缴的、有缺频的一个情况，那可能要等未来的开放状况，那也不一定可以透过软体去做开放。那再来是阿辉之前影片也讲过的，中国版手机当然要注意是第一个有没有内建 GMS 嘛，14 Ultra 是有内建 GMS 的，虽然安装 Google 服务是比较简单，没有太大问题。部分行动支付 Android Auto 啊 Google Map 时间轴这些功能，中国手机在台湾不能用的功能，一样都不能用。那阿辉之前有另外有支影片专门来讲哪些要注意的事项。然后还有人会反映有些中国手机在台湾使用卫星定位会有点偏差，我是没有碰到，但是有些人碰到了，还是可以提供大家做参考。OK， 那今天阿辉影片内容啊，喜欢阿辉影片，按赞、订阅、开小铃铛哦。那也可以参考阿辉粉丝团，每天都有最新科技报道可以看。谢谢大家，拜拜！订阅按起来，小铃铛按起来啊！订阅要大家订阅真的很困难好吧，加油！